作为一部传统武侠作品，《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面的女性角色并不多，但是她们对推动剧情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却很大。不过让人感到惋惜的是，这些女性角色在书中的经历和结局大多不是太好。下面就盘点一下书中那些命运多舛的女性角色。一、温柔。温柔是书中的第一女主角，她虽然心地善良，但却总是任性妄为，从出场到消失一直在不停地惹祸。温柔有着非常强大的关系网，她出身于武林世家老字号温家，她的父亲是洛阳王温婉，她的师傅是小寒山的红袖神尼，她的大师兄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苏梦枕，她的结拜大哥是七大寇之首神虎禅，她的保镖是天衣有凤，她的跟班兄弟有唐宝牛、方恨少、张探、蔡水铎等人，她的闺中密友是6分半堂的大小姐雷纯，她的蓝颜知己是象鼻塔的塔主王小石。可即使有这么强大的亲友团，温柔还是2次险些被白愁妃玷污。尽管2次都是在最后一刻没有让对方得逞，可是过程也受了不少凌辱。温柔最后由于与王小石产生误会而负气出走，作者并没有交代她的去向，但是以她天之娇女的身份，原本应该有更好的结局。2. 雷纯。雷纯由于生活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她从小就开始工于心计，她的头脑与书中的那些男性角色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很多在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物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雷纯在书中最在乎的人就是温柔，虽然他与温柔相交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温柔却是唯一一个让他真心实意对待之人。雷纯甚至能够为了救温柔而被白愁妃玷污了身体。雷纯最后虽然成功的统领6分半堂给自己报了仇，但是最后时刻还是被白愁妃当着所有京城武林人士的面揭开了曾被他侮辱的伤疤。虽然雷纯当时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3. 雷妹。范真饰演的雷妹是真的把很多人惊艳到了，而实话说，要不是雷妹真的这么好看，也不会有那么多男人主动和她合作。而雷妹经历之复杂，其实可以单拿出来好好说说。实际上，在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中，每一次大战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她。雷妹其实是6分半堂创始人的女儿，后来勾结雷损一起推翻了他父亲，她也变成了雷损的情人。但是雷损只是利用她，对她没有什么感情，更是派出了杀手暗杀她。于是在第一场大战之时，她背叛了雷损，给了雷损致命一击。后来白愁妃叛变，想要独占金风细雨楼，逼死苏梦枕，雷妹和刀男神作为最后攻势来阻止她，却没想到雷妹突然刺死刀男神。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雷妹已经和白愁妃暗度陈仓了。可是故事还没完，等到白愁妃走投无路的时候，雷妹又站出来杀死了白愁妃，在众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离开了。最后的最后，有人看见她和小侯爷方英看在一起亲亲热热的。不得不说，雷妹真是一个反水小公主啊！只不过雷妹为什么这么做，还需要我们去继续观察。4. 朱小妖。电视剧版《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面，朱小妖被改得面目全非。其实在原著里面的朱小妖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朱小妖小时候喜欢舞蹈，但她的家人却不许她学。后来朱小妖流落青楼，被七圣盟的大圣主不老神仙阎鹤发看中赎身，然后教导武艺。这时候的朱小妖还想要学习舞蹈，但阎鹤发说舞是另一种舞，于是朱小妖便放弃了跳舞，专心学武，并成为了七圣盟的2圣主。朱小妖平时总带点倦容，她喜欢小动物，每天都会买下一只小动物去放生。唐宝牛是朱小妖的狂烈追求者，不过朱小妖并不喜欢他。但是在最后唐宝牛要被斩首的时候，朱小妖为了救他而失去了生命。朱小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隐约是待来世才跳这一场舞吧。5. 织女。织女是王小石的师母，是天一居士的妻子。年轻时候的织女也是江湖上出名的美女，但是性格比较暴躁。织女年轻的时候外号叫一针见血，名动天河，到了老年被叫神针婆婆。
在《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的第3部《惊艳一枪》里面，讲述了织女与天一居士的那些过往。织女的同门姐妹被夏侯四十一玷污，织女为了给姐妹报仇，到处寻找夏侯四十一。由于天一居士一直身居白须园，并不知道夏侯四十一的真实人品，便救了夏侯四十一，并为他治好了身上的伤。织女知道这件事以后，便找天一居士兴师问罪。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由于织女误会天一居士有外遇，负气独自去找夏侯四十一，结果被夏侯四十一抓住，并被其玷污。织女和天一居士有一个儿子，在江湖上被称为天一有凤。可惜他为了对抗白愁妃等人，被天下第7杀害。织女为了给儿子报仇，同时也是保护天一居士，最后也死在了袁13县的手中。6. 智小径。同样是在《惊艳一枪》里面，诸葛正我与袁13县共同喜欢上了一个女人，这个人叫智小径，是智高的女儿，但智高却死在了诸葛正我与袁13县的手中。智小径认为诸葛正我是杀害他父亲的主谋，并误会诸葛正我与子女有染，便下定决心要杀掉诸葛正我报仇。为了报仇，智小径嫁给了他并不喜欢的袁13县，然后为了让袁13县能够练成伤心小剑，每天出卖自己的身体给三边道人，从三边道人的手中换来了山字经。没想到袁13县练成了伤心小剑之后，第一剑便是射杀了智小径。以上就是《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面6位主要的女性角色。在这6个人里面，除了温柔，其他4人全部都曾被人玷污。而温柔虽然保住了身体，但也受到了不少凌辱。即使是其他那些戏份少一些的女性配角，经历也都不是很好。雷妹年轻时候就被迫成为雷隼的情人。何小荷出身风月场所，在她与温柔谈心的时候，说了很多自己身在青楼时的难堪往事。所以不得不说，这部小说对于女性角色真的很不友好。